我们也揭露了6个人类跟电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还要揭露1个是电脑特有的想法。好，今天讲的这盘棋呢是2016年 AlphaGo 对李世石的第2局，这个是人类史上第1次世界冠军等级的棋手用分先的手和跟电脑下。那第2局棋呢是 AlphaGo 第1次使用黑棋。那现在的围棋的共识基本上就是贴目的状况下，黑棋的胜率是稍微差一点的。所以呢，到底电脑怎么拿黑棋是蛮重要的。好，那这盘棋我会揭露呢6个过去人类跟电脑布局上面的差别。我先把这个手速先关掉。好，那李世石9段呢是传奇级的世界冠军啦，他总共拿过拿过14个世界冠军，是世界第2多的，仅次于大李李昌镐。所以他们2个就是大小李，非常强。好，那这个地方基本上跟人类下的都差不多，但是下一手棋这个中国流就是第一个差别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走中国流的时机人类不会这样走，就是人类会在这个地方就脱先，然后走中国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2个棋子负担比较小，所以如果你要快脚步布局的话，这个时机是比较快的。那实战的这一个虎跟跳交换大家的认识是这样，就觉得说3个子变重了嘛，因为毕竟这个子跟这个子交换，黑棋得到的目数比白棋少那为什么要虎这个呢？原因是因为想要拆嘛，没有虎这个直接拆，这里有断点，所以虎呢就要拆，这个是以前我们老师教我们的，所以这个虎的一个拆，这个是目不定时。好，那AlphaGo好像不这样觉得，他就觉得说这个虎跟跳交换有它的用处。用处是什么呢？从下一步棋呢，李世石的态度就看出来了。正常来说，定时没走我们就要惩罚他嘛。可是因为李世石第一盘输了，所以他就想比较多。我有看实况，他在这里想蛮久的，最后把棋子走在这里。那他具体算什么变化，当然我不知道啦，因为毕竟他的水平是这么的高。但是我想从大致上就是他可能会担心说，我来攻他，那万一他不理我怎么办？毕竟他虎了一手棋，现在眼位很充足如果这步棋我攻过来他不理我，他拆这个，这样看起来呢黑棋的速度是蛮快的。所以呢李世石可能因为第一盘棋输了，所以担心这件事情是因为自己的判断是失误的，所以呢他想了半天，最后把棋走在这里。好，这是一种可能。当然最有可能的状况是他看到的变化很深的，所以他觉得没有把握。这个是实际可能发生的事。好，那下一步棋呢是第2个电脑跟人类不一样的地方。关于这个定时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它脱先的时机跟人类已经不一样了。没想到呢，它连定型的手法跟人也不一样。这个形状如果是以前我来下的话，老师会骂我，或者应该这样说啦，我所学到的围棋知识里面，我从来没有把棋走在这里过就是尤其是定时还没走完的时候，我没有在这个时间走在这里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形状有很多可能性。你有可能从这里逼过来，然后瞄这个2路点，你有可能挤在这里问白棋是要粘还是要虎这也是一个问应手。再来有可能碰在这里发展中央，或者尖冲在这里，一边发展上边一边发展中央，都有这个可能性。那也有可能甚至是碰在侧面，收官的时候有可能是点在这里。好，这个地方有太多定型的可能，不同的局面下的最佳找法都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这种棋型我们叫做味道很多，然后变化很多。那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要领是什么呢？就是保留变化视局面而定。
所以像这种保留变化的思维基本上是人类高手的其中的标志啊。所以像这个直接把味道卖掉的这种手段啊，我们是很难想象在高手对决里面会出现的。那李世石刚刚说这个怎么说呢，黑姐唬了一个手把，李世石还有可能想东想西，但这个刺啊，我估计李世石当下会觉得这是什么棋啊，是真的完全不能理解他要设下什么圈套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棋反而让这个白棋失误了。其实白棋比较正确的手顺应该是先刺一下在这里，但是呢是有一点事后诸葛，因为呢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之下，我们的认知就是这个刺是臭棋，人家对你下臭棋了，你还想什么呢？那就是当然就黏住嘛。好，那这个有没有刺一下，对于这整块棋黑棋的负担来说呢，差别很大。所以这个地方呢，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共识了，要先刺一下黏。可是当时呢，我们人类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已经没得想了，就是觉得反正就是黏住。好，然后这里交换完以后呢，阿巴狗好像就觉得说交差了啊，这个棋没问题了啊，再处理左边。然后这里呢产生第三个跟人类思维的分歧点了。这个碰连扳呢，在现在是一个很普通的下法，可是在以前好长一段时间啊，人类这个形状都是走这个或者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形状跟碰连扳的差别跟右下角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呢这个形状比较有变化，比较有味道。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人类高手对于把棋下的有各种可能性，味道很足，然后视情况决定，或者是说呢根据局面每个地方的味道把它组合成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构图，这个是高手下棋的一种乐趣，或者是说呢这样才有美感。那如果把棋啊这个定型都一下就定掉了，有点像初学者啊常常这样子，直接呢一人一半，这就没意思。所以呢高手会觉得说这个碰连扳看起来就是呢不像是高手会下的路线。那只要有这样的想法呢，这个棋就受欢迎啊。但是呢阿巴狗不管，右边定型，左下角再给你定型一遍。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那它基本变化是什么，就是大概是这样。那这一图我觉得对白棋来说是蛮好的，因为呢用这块棋子为背景呢，攻到这里来是白棋可以取长的一个策略。那另一方面，这个棋子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受攻啦，就是它呢在这个地方有尖顶一下然后拆边的余地。那往中央呢，它还有各式各样可以出头或者连接的手法，比如说飞，比如说碰长，比如说从这里飞等等的。所以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急。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如同李世石这样冲下去这也是一个基本变化。那这个变化呢可以跟刚刚这个边上这个棋子配合这个是这一图好的地方，但是它有两个不太好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损失了实地它在实地上面呢是比较吃亏的，这是第一个不好的地方。第二个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形状落后手，落了后手以这盘棋来说，产生的结果就是被黑棋拆到这一个重要的大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黑棋抢了这个中国流，它所迈出的破绽就是这个定式没走完。但是呢这个折冲走完呢，黑棋回过头来拆到这个刚刚欠下的负债，而且这个拆现在还起到了限制白棋这个外势发展作用，所以就感觉这个很流畅这个是让这个白棋觉得有点不满的地方。好，那现在呢我们讲第四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实战当中李世石呢对于这个两个子的暴动呢还有一些顾忌，所以他拆在这边。但是呢这个形状即便黑棋走的这个中国流，电脑还是觉得白棋必须从内侧，就是小目的正面进攻而且这个进攻的手法呢随着电脑的演算还有这个资料库越来越齐全它的手法越来越怎么说呢变本加厉，从这个一肩高挂到直接碰到你脸上来还有什么呢？还有某些场合甚至还有可能点在这里。这些手段呢都是我以前学习的时候连想都没想过的。
或者是说呢，你只要下这个棋啊，你就不会下棋啊，就是这么严重。但是呢，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有了电脑以后啊，我们反而是从思想上面解放，各种棋都有可能啊，你只要有一些成见啊，你就有可能会遗漏掉某些局面的最好手段。好，这个是第4个啊，人类跟电脑不一样的地方。第5个就是这个局面下，这个局面下右上角的挂角方向，电脑还是很推荐从内侧挂。好，有没有发现中国流这个棋子虽然说看起来表面上照顾两边，但是很多时候呢，电脑还是觉得你要直接从内侧进攻。好，内侧进攻，因为这盘棋因为这个右下角啊，白棋已经很硬了，所以不怕黑棋在右边成什么大空，反而是这个上面这个中国流如果被黑棋全部围起来，这个效率其实是蛮高的，所以电脑呢认为这个场合应该考虑从里面来，这个是其中的思维。好，那实战当中你是从外面挂，那就引发了第6个我说这个人类过去布局跟电脑布局的差异之处了。正常大家会觉得这是跳，但是呢，实战当中阿巴哥是选择尖顶的跳，这也是一个定时革新啊。这个尖顶我们以前下的时候，老师也是会骂的，就是说这个尖顶帮白棋加强，那自己3-3还是没守住啊。那老师就会说这叫什么？这叫做损己利人的行为啊，损己利人就是自己吃亏，然后还帮助别人啊，那这个是不好的。那老师这样一讲，你就永远不会想尖顶。但是阿巴哥的逻辑就是，反正你这个下边很重复，所以我让你这样子。而且甚至啊，下面不重复的时候呢，这个电脑还是有可能让尖顶。好，走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判断。从大方向，黑棋是上边是它的模样，左下角它的地，然后下边黑棋有一些模样。那白棋是右边还有左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教初学的棋友做一个简单的形势判断，尤其是这种地啊，有些地方还没确定的地方呢，要怎么判断？来，我教大家，你可以用个简单的路数。白棋的路数有几路呢？1、2、3、4、5、6、7、8、9啊，这里有9路。这边呢，1、2、3、4、5、6、7、8、9、10、11、12、13、14，这也14。好，这也是9，加起来是23。那这个黑棋是1、2、3、4，一直到这里是总共是19路了啊，这个是很简单的。23，然后这也是24、25、26、27、28、29、30、31、32，没有，这不是23，这19、20、21、22、23、25、26、27、28。好，黑棋的宽度是28，白棋是23，所以呢，以这个布局来讲，黑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好，那当然说黑棋这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成空嘛，白棋其实也是，白棋有一些部分是实空，像这个地方是实空。那左边呢就是接近实空，但还有一些味道。那这个地方是味道是最多的，但是也是趋近实空。那黑棋呢宽度比较多，但是它比较多地方不是实空，像是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好，那为什么这个数字算一算以后呢，会让你对布局好坏有个认知？首先第一个，你所涵盖的范围只要越广，理论上你的发展性就比较高。那第二个呢，就是白棋现在是有掌握了23路，那黑棋掌握28路，也就是说呢，在白棋的战术上来讲呢，就是要破黑棋5路以上，那这个局面才会均衡嘛。那5路的宽度大概多宽呢？这里是4路嘛，对不对？这里是3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黑棋蛮有趣的，因为我这个空被你破掉了，但是我把角守住了，把这个边守住了，那我的目数跟你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可能会取得先手，或者是说我的棋会变得比较厚，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形势判断法它的其中的作用。好，那我们先把这个符号先删掉。好，下到这个地方呢，其实黑棋的局面已经蛮有趣的。那我们也揭露了6个人类跟电脑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还要揭露一个是电脑特有的想法，这个是过去呢
人类几乎不会想的一手棋，就是这第30手棋的这个尖冲这个5路尖冲啊，据说当时是这样子，李世石走完第36手他就会抽烟了，因为他有烟瘾。然后呢他去抽了一阵子以后呢，阿发过把棋下在这里，然后李世石回来还没有坐下来就看到这步棋，然后他就有一点傻笑因为我是有看现场，他就有点傻笑，然后就坐下来。那坐下来呢，他就开始认真的想，想着想着，那表情就越来越怪，就是怎么下这？这个棋好像蛮好的可能是这种感觉，我在现场看就是这样。那这一步棋呢，后来大家也就把它称作就是阿发过石破天惊的一手5路尖冲啦。那这个棋简单来说意图是这样的，刚刚已经说过了嘛，黑棋宽度比较宽嘛，所以白棋自然就比较接近实控。那电脑是这样子，反正你比较接近实控，我就让你后上加后。那如果你爬我就跳我就跳。那这一边如果你补起来还是宽度跟刚刚一样，那这个板完以后呢，这个角也快守住了。那这样子黑棋中央有潜力，然后这个整个宽度路数比白棋宽，这样子白棋就好像是不太好的。好，那这一图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好，但是这个 AlphaGo 这一走出来，李世石信心受影响，然后就爬在这里。那这个贴这个呢，好像呢也不太好。那贴了以后，应该是要赶快把这个33点掉这样子呢，这右边这个空不要围了，那把这个角破掉，这样才有可能在实控上面跟黑棋争夺。